15年前，我的军人丈夫在抗洪抢险中为了救一个孩子牺牲了。我秉承他的遗志，独自带大女儿。为了让小区里那些每天为生计奔波的双职工副厂没有后顾之忧，我用丈夫每个月的烈士抚恤金，在自家杂铺办了4点半小餐桌，帮大家接娃、管饭、辅导功课。3年时间，我没收过1分钱。结果，就因为我拒绝给他孙子天天买鸡腿、汉堡、开小灶，他转头就把我举报了，还造谣我侵吞孩子们的伙食补贴。1万块罚款，我交了。课桌我砸了，黑板我毁了。第2天，全小区的双职工家庭彻底瘫痪，哀声一片。他们以为砸了我的饭碗，却不知道，他们亲手毁掉的是自己孩子唯一的避风港。至于那群白眼狼最后的下场，来了。宋姐，对不起啊，公司临时加班，又让您等到9点。没事儿，双职工家庭爸妈不容易。孩子作业写完了，饭也吃了，你放心。3年了，您倒贴水电饭钱1分不收，要不是您，我们这种外地小夫妻真不知道怎么在这城市立足。街坊邻居搭把手的事儿，快带孩子回吧。小雨，别熬太晚，妈给你倒杯温水。妈，您腰病又犯了吧？等我考上大学，您就别这么操劳了。傻孩子，妈累点踏实，你爸在天之灵看着也高兴。哎呀，我说宋兰华，怎么就给我家金孙吃这个呀？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也得顿顿有肉啊！王大姐，大锅饭大伙儿都一样，我这儿分文不收，做不到顿顿大鱼大肉。大锅饭，你这是喂猪呢？我孙子金贵跟着你天天吃亏，人都瘦了，人家别的托管店每天都大鱼大肉，你抠搜什么？我这是义务帮忙，不是收费托管店。如果你觉得伙食不好，明天你孙子不用来了。你个开杂货铺的，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我孙子愿意来，那是给你长脸，连顿顿肉都舍不得。你日子过成这样，也难怪一直孤身一人，活该受一辈子穷。宋老师，这是您本月的烈属定期抚恤补助，您核对一下，签字收好。谢谢，给组织添麻烦了。好你个宋兰芝，原来你每个月都在这儿领公家发给大伙餐食补贴啊，拿着大钱，天天给孩子们吃豆腐青菜，把油水全刮进自己兜里了。你给我等着！胖墩儿，学校老师布置的写字作业，别的小朋友都写得工工整整，你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明天好好写。宋阿姨也奖励你一个大鸡腿。我不管，凭什么他们有我没有？我要吃大鸡腿，我要告诉我奶说你打我。姓宋的，你太缺德了！凭什么别的孩子有鸡腿吃，就作践我大孙子吃糠咽菜？王大姐，鸡腿是我自掏腰包奖励给写字工整的孩子的，胖墩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这怪不得别人。我呸！写个破字算什么本事？我孙子金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该吃最好的。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单独给我孙子开小灶。他爱吃汉堡、大龙虾、大闸蟹，你顿顿都得保证营养。要是饿瘦了，我跟你没完。王金花，第一，我这是杂货铺，不是正规托管店。我免费帮大家带娃3年，辅导功课还管一顿晚饭，是图邻里情分，不是欠你们的。第二，想要特殊待遇，去外面1个月2000的托管店，我这儿没这个义务。哎呀，宋姐，您瞧您跟我妈置什么气啊？不过话说回来，咱家对您那也是有恩情的。我这抽的香烟，还有家里的油盐酱醋，哪回不是照顾你这小铺子的生意？没有我们这些业主，你这杂货铺哪能开得下去？冲着这份大恩情，你每天单独给我儿子做顿好的，不过分吧？买2包烟几包盐，就成了对我家的大恩浩德了。我一个寡妇还真还不起。你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从明天起，你们家别再来光顾我这杂货铺。还有，你儿子胖墩太金贵，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了。现在，请你们出去。没天理了！大家快来看啊！开黑店的死寡妇欺负我们老实人了，可我孙子的鸡腿不给，要活活饿死我大孙子啊！我妈身体不好，每天要看着小区里这么多孩子，本就吃不消。你们摸着良心说，这3
年是谁得了好处？给孩子们的晚饭全是我妈自掏腰包一分钱一分钱贴补的。3年了，我妈天天风雨无阻去校门口接你孙子，看着他把作业写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现在还要大虾大闸蟹，我妈不是你家的免费保姆。你个没教养的小丫头片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你妈既然揽了这活儿，就得给我孙子负责到底。一个死了男人的老寡妇，天天闲在家里发霉，能给我们家看孩子，那是她的福分，她还委屈上了。宋兰芝，你说的好听，什么自掏腰包，什么免费服务？我今天在街道办事处特别部发放窗口，亲眼看到你领钱了。你明明拿了政府给大伙孩子的餐食补贴，却天天给孩子们吃豆腐青菜。你把这笔钱全私吞到了你自个儿的腰包里，难怪你老公死得早，这就是你的报应。你没良心，不得好死！他竟然把我丈夫用生命换来的烈属抚恤金当成了政府给孩子们的伙食补贴。你胡说，那根本不是补贴，那是……腰装吊的人马，这会儿你呢？过去个酸菜！泥人尚有3分火气，这3年来我任劳任怨，但绝不代表我是个可以任人践踏底线的软石子。滚！别死皮赖脸堵在我的店门口，影响我做生意。滚！宋兰芝，你这个死寡妇敢动刀子，你别乱来啊！杀人了！死寡妇杀人了！妈，你别嚎了，他疯了！快走，等会儿他真一刀出来就晚了。快走！宋兰芝，算你狠！你个死寡妇，你给我等着！我不举报到你这破店关门，我王字倒着写！妈，你为什么拦着我，不让我把真相说出来？他们凭什么冲你吼？那信封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政府给他们的餐食补贴，那是爸爸的烈士抚恤金啊！那是爸爸拿命换来的钱。你这3年，明明是用爸爸的抚恤金在倒贴他们，为什么还要任由他们泼脏水？小雨，你爸爸当年冲进洪里救人的时候，想过要那个孩子的父母报答他吗？没有，爸爸是为了救人。是啊，他是军人，他觉得那是他的职责。这3年，我看着小区里那些天天加班到很晚的年轻父母，就想起当年你爸刚走时，我一个人拉扯你的无助。我办这个4点半小课堂，是用你爸留给咱娘俩的钱，替他继续守护这些孩子，这是我自愿的。傻孩子，如果我们把这笔抚恤金拿出来当筹码，去跟他们对峙，去争辩，去求得他们的感激，那我们成什么了？你爸爸的功勋和牺牲是这世上最干净的东西，他不能拿来跟这群人交易恩情，更不能用来当成跟人吵架自证清白的底牌，你懂吗？妈，我懂了，爸爸要是知道，也一定会为你骄傲的。谁是这家店的负责人宋兰芝？我是。我们接到多名业主实名举报，反映你在小区内长期无照经营餐饮，并存在非法办学托管的行为，现在依法进行现场核查。宋兰芝，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我平时是不是多次口头警告过你，让你别搞这些？咱们小区今年年底的文明标兵评比，要是被你这颗老鼠屎给毁了，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陈经理，这3年，全小区几十个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放学无处可去，是谁每天下午风雨无阻帮忙接着管着？那是你自己乐意当大冤鬼，我们物业可没求着你干。现在你违规办学、无证做餐饮是铁证，可别想赖到我们物业头上。同志，我不收钱，只是义务帮街坊邻里看个娃，管顿饭。收不收钱是另一码事儿，规矩是规矩。在居民区内无证办学和无照餐饮，消防和食品安全隐患极大。根据相关条例，对你处以罚款人民币1万元，勒令即日起关停整顿。1万块，同志，你们这也罚得太重了吧？这3年宋姐帮我们看孩子，1分钱没收过，连买肉买蛋的钱都是她自己倒贴。
他一心一意做善事儿，你们还要逼死他吗？就是啊，多好的一个人啊，天天风雨无阻帮大伙接孩子，我们全小区的双职工都承他的情。到底是哪个没良心的畜生跑去举报小宋？这不怕遭天打雷劈吗？就是哪个缺德带冒烟的举报的，站出来！生孩子没屁眼的东西！对，站出来！嚷嚷什么？是我举报的。王金花，你还要不要脸了？宋姐天天风雨无阻的帮你接胖墩儿，你居然吃人饭砸人锅，你真是坏透了！狼心狗肺的东西，全小区的脸都让你一个人丢光了！停！都给我闭嘴！你们这群糊涂蛋，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你们真以为宋兰芝是在发善心？我告诉你们，她的小课堂根本不是什么慈善，那是她谋取私利的幌子。你少在这挑拨离间！这3年，宋姐连1分钱水电费都没收过我们的。哼，她是没收你们的钱，可她每个月都去街道办事处领一笔大额的特别补助。这笔钱是政府专门发给孩子们改善伙食的，可这个死婆婆却把大钱全揣进自己兜里了。这不可能，宋姐绝对不是那种人。王金花，你可要想清楚，空口无凭、造谣诽谤的后果。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可是有真凭实据的，大伙儿自己看。死到临头还嘴硬，宋兰芝，我今天就当着全小区的面你敢不敢承认，你每个月都去街道办事处领了特别补助？我领了。大伙儿亲耳听到了吧？宋兰芝承认了，这个昧着良心、中饱私囊的死扒夫，克扣政府给孩子们改善伙食的餐补，居然还天天在这儿装大诗人。我就说嘛，世界上哪有那么傻的人，自掏腰包照顾孩子3年，原来是拿着公家的补贴，在这儿名利双收呢。宋兰芝，没想到你心这么黑，我们以前真是瞎了眼，居然把你当成大好人。宋兰芝，难怪你大发慈悲搞什么免费小课堂，原来是拿了公家的补贴。可你看看你天天给孩子们吃的是什么？白菜豆腐。你把大钱全扣下来，就是为了供你女儿去读大学吧？你这是犯罪！拿了补贴就得伺候好我们的孩子。我儿子要吃西餐，要吃牛排鳕鱼，你天天拿土豆丝糊弄谁呢？良心被狗吃了吧？就是，今天不把账目公开，把克扣我们孩子的伙食费全退回来，大伙直接送你去吃牢饭。张大姐，上个月你家小明晚饭后突发高烧，你们2口子在厂里加班抽不出身，是谁着急忙慌把孩子送去医院，守着打针输液，还垫付了800块医药费？是你，可那又怎么样？一码归一码，你对小明好，我们记着，但你也不该克扣政府给孩子的伙食费呀。再说了，既然你拿了政府的补贴，这不都是你应该做的吗？好，原来在你眼里，这都是我应该的。赵大哥，你儿子天天的数学成绩在学校年年倒数第1，是谁每天晚上多留他1个小时，单独给他开小藏辅导，硬生生把成绩拉到前10的？我收过你1分钱辅导费吗？宋兰芝，你少在这跟我打感情牌，天底下没免费的午餐。要不是因为政府每个月给你发特别补贴，你能对孩子们这么好？你拿了钱多辅导一会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别想用这些旧情来抵消你贪污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们别逼宋姐，宋姐不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掏心掏肺伺候了3年的街坊邻居，3年的付出，竟然抵不过一张掐头去尾的照片，抵不过王金花的一张嘴。狰明，我错了吗？同志，这罚款我认。同志，光交1万块罚款怎么够？宋兰芝贪污了政府发给我们大伙孩子的特殊补助，你们得把他抓起来，好好查查他私吞了多少脏钱。关于你反映的侵吞补贴款问题，不属于我们部门的职责范围。如果你掌握相关证据，可以去纪检部门反映。我们今天只对无证办学和无照餐饮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宋兰芝，根据相关条例，对你处以罚款人民币1万元，杂货铺停业整顿3天，所有课桌、黑板等办学设施限期1天内彻底清理。罚款我交清了，我只问一句，只要我不再托管，我这杂货铺还能照常开门做生意吧？只要不再从事非法托管和无照餐饮，
你的杂货铺正常营业，不受任何影响。好。罚得好，看你以后还怎么装大善人，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宋兰芝，你以为交了罚款就没事了？贪污公家补助，迟早被清算。哼，罚款1万块，真是便宜他了。天知道这3年他贪了政府发给我们孩子的多少伙食补贴。天天跟大伙装得像个圣人，自己干的却是不见光的勾当，虚伪。以后大伙可别买他家的东西，指不定连卖的蔬菜都是打化学药水过期的烂货。妈，1万块啊！凭什么罚你这么多钱？你这3年1分钱没收过他们的，天天腰酸背痛，到头来还要平白无故赔上1万块。没事儿，小雨，这1万块钱就当是妈买教训的学费了。王金花那个老妖婆真的去举报了，还有小区里那些邻居，居然全都帮腔说你是贼，他们简直丧尽天良！我不服，我要去找他们算账。小雨，别冲动，你把书念好，考上好大学，比替我骂他们10句都管用。妈，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大家？那根本不是什么政府给的参补，那是爸爸的烈属抚恤金啊，是爸爸用命换来的钱。你这3年明明是用爸爸的抚恤金在倒贴他们，为什么还要任由他们污蔑你？这3年来，我的付出换不来他们一丝一毫的信任。小雨，当人们已经选择相信谎言时，真相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气急败坏的狡辩。王金花，还有你们这群受我3年恩惠却落井下石的白眼狼，你们以为这1万块钱能要了我的半条命？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亲手合力杂乱的是一个维持了小区3年运转的定海神针。明天下午放学，等待你们的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从今天起，宋兰诗，你的温良到此为止，往后只为自己，只为女儿活着。喂，领导，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女儿放学没人接，我只能提前走扣全勤。领导，喂。曾经有我在，他们可以安心加班到8点，而今天，仅仅第1天，整个小区的双职工家庭便彻底瘫痪。好人退场的代价才刚刚开始。宋姐，您这儿怎么全空了？课桌椅呢？文娟，罚款我交了，以后啊，老老实实做个遵纪守法的小商贩。姐对不住你，以后接送婷婷辅导作业的活儿，我是断然不敢再碰了。王金花那个黑心烂肺的老妖婆，还有小区里那群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白眼狼，这帮畜生受了您3年的恩惠，他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宋姐，他们说你克扣孩子们的饮食，我一个字儿都不信。谢谢你，文娟，谢谢你这时候还愿意相信我。可宋姐，您要是撒手不管了，我们可怎么活呀？婷婷每天4点半就放学了，我和我老公最快也要7点半才能下班，这中间整整3个钟头，孩子能搁哪儿啊？宋姨，婷婷想吃您做的红烧肉，想让宋姨教我写字。文娟，对不住了，这委屈我受够了，我也交不起下一个1万块了，你还是去找专业合规的托管机构吧。陈经理，现在咱们小区彻底乱套了。我和我老公工作压力大，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9点多，孩子4点半就放学。昨天我为了接孩子提前翘班，直接被主管扣了全勤奖。再这样下去，我饭碗都得丢了。谁说不是呢？为了接娃，这2天我跟老板请了3次假，老板的脸黑得像炭一样。大家都是拼命养家糊口，可总不能把孩子扔在大街上不管啊！陈经理，你快给想个办法呀！要不然，咱们大伙还是备点礼，去求求宋兰初，让他把小课堂重新开起来吧。去求他？求着他继续贪污咱们孩子每月的补助，继续克扣我儿子的伙食费。他私吞了那么多钱，咱们还要去求他？天底下哪有这道理？哎呀，我说各位业主，天塌不下来。宋兰琪那个非法托管
关了就关了。咱们贡爵府小区难道缺了它就玩不转了？瞎操心。咱们小区底商早就引进了正规专业的智多星托管中心，人家证照齐全，不比宋兰芝那黑作坊强100倍。我这就给他们吴老板打电话，给大伙儿要个团购价。基础托管费1500元，伙食费1000元，空调费200，每月一共是2700元，该不打折，扫码还是现金？2700，吴老板你这抢钱啊！隔壁小区的正规托管也才1800，而且现在都11月了，大秋天你收我们什么空调费啊？嫌贵啊？嫌贵你可以自己带啊，我们智多星开门做生意可不求着你。微信支付成功，2700元。别挤我，滚开！谁家死孩子不要命了？乱跑什么？乱跑什么？排好队赶紧走，别耽误我下班。快把你的数学给我抄抄！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叔叔，我没吃饱，能再给我盛一勺饭吗？盛什么盛？没看见桶已经空了吗？没饭了，吃不饱回家让你妈给你开小灶去，一个月2700块钱，你还想在我们这儿吃满汉全席啊？滚一边去！肚子好疼啊！我要找我奶。李文娟家长迟到5分钟，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矩，逾期1分钟罚款10元，交50块延时费，现金还是扫码？50块！我今天地铁晚点了5分钟，你们就要抢我50块钱？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我女儿说昨天晚饭根本没吃饱，去盛饭还被你们厨师用勺子敲手，指着鼻子骂。还有作业错字连篇，公式写错，你们老师连看都不看就直接打勾签字，这叫辅导作业。我们每个月交2700块钱。就是把孩子送来吃你们的烂菜叶，受你们的气吗？嫌伙食差，你天天给你女儿空运波士顿大龙虾来啊？嫌我们老师辅导的不好，嫌不好，你大可以去找那个宋兰芝啊。哦，我差点忘了，宋兰芝被10名举报非法办学，前些日子就罚款查封了。现在全小区除了我这儿，谁收你们的孩子？你们啊，就只能受着。哈哈哈哈。以前宋姐在的时候，孩子天天放学有热乎饭吃，作业辅导得干干净净。我们加班多晚去，她都笑着给留门，甚至连水费电费都自己倒贴，1分钱不收。老天爷啊，这好人怎么就没好报啊？虽说宋兰芝贪了补助，但有一说一，她办事儿是真靠谱啊。我儿子今天回去一直哭，说托管班的饭菜都是馊的，多说一句就直接被老师揪着耳朵关进小黑屋里罚站。现在天天闹着要回宋姨那儿去，谁家不是呢？我家那孙子以前被小宋调教的多听话，多有规矩，这2天没了小宋管着，不仅作业错得像筛子，在家里也开始上蹿下跳，跟个泼猴似的。唉，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帮小宋说几句好话的。宋姐那是拿咱们的孩子当亲骨肉疼啊，现在倒好，菩萨被赶走了，逼着我们去给阎王送钱，1个月2700，还把孩子折磨成这样。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归根点底，宋兰香自己有责任，而且责任很大。他要是老老实实给大家服务，不贪污，啥事儿都没有。对，就怪宋兰芝自己屁股不干净，现在还耍脾气，把课桌砸了，不管我们的孩子，自私自利。说到底，我们现在受罪都是他害的。2700，
我一个月工资也就5000，一大半都送给那黑心托管办了。胖墩才进去几天，就天天喊肚子疼。妈，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人家宋姐贪点补助怎么了？有谁不贪？起码以前孩子吃得好，作业写得好，你非要举报。现在好了，每个月白出几千块冤枉钱，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夏建军，你现在翅膀硬了，敢来怪老娘了？这能怪我吗？谁让他不给我乖孙吃好的？谁让他抠抠搜搜？他要是好吃好喝伺候着我乖墩儿，我能去举报他吗？他是活该。再说了，他伺候了胖墩3年，凭什么说不管就不管了？这黑心烂肺的贱货，简直就是缺德，活该克死男人当寡妇。我迟早让他把贪的钱吐出来。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明儿一早，你去把托管班给退了，把钱要回来。这冤枉钱我1分都不想再出了。对，退钱。可退了托管班，胖墩放学了谁接？谁给他做晚饭？谁惹的祸谁收场。从明天开始，你去接送胖墩，给他做晚饭。反正我是没钱再送托班了。这算个什么事儿？我管就我管，我可是他亲奶，我管大孙子，保准管得比宋兰芝那死瓦婆强100倍。退钱！今天你们必须钱全退给我。什么破托管，收钱多还给孩子吃发酸的剩菜。我告诉你们，今天不退钱，老娘就把你们这儿给砸了！黑心肝的玩意儿，呸！老太婆，跑到老子的地盘来闹事，还想砸我的店？你想干什么？滚！老不死的，别影响老子做生意！再敢来闹，老子一把火把你家烧了！王金花，你以为这世上人人都会惯着你？陈大志，这智多星托管可是你们物业禁区小飞的。我儿子今天吃发酸的火腿肠拉肚子进了医院，你们物业必须负责。陈达志，你个王八蛋！当初宋姐被查封，你在办公室拍着胸脯说智多星又便宜又好，现在每个月收我们2700，接孩子迟到1分钟罚10块。你们物业是不是拿了黑托管的回扣？你怎么有脸收我们1年几千块的物业费？各位业主，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智多星托管班固然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但这次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本原因不在我们物业呀。之前咱们小区的孩子一直是宋兰芝在管，可现如今宋兰芝突然撂条子不干了，甚至把课桌黑板都给砸了，她太不负责任了。大家要怪就去问问宋兰芝，问问她为什么要故意坑大家，把大伙害得这么惨。想祸水东移，陈达志，你这算盘打得太响了。不好意思啊，各位街坊邻里，不是我宋兰基撂挑子。前几天我被王金花实名举报，罚款1万元。我宋兰基免费给大家服务了整整3年，自贴水电饭钱，没落着一句好不说，如今还倒贴了我和女儿大半年的生活费进去，我交不起下一个1万块。所以从今往后，我洗心革面，做一个绝不违规、绝不添堵的遵纪守法好公民。另外，陈经理如果觉得这活儿简单，不如把你们物业200平米的办公室腾出来，给大家当免费托管班。反正你们物业每个月收着高额物业费，总不能连我这个被你们称为老鼠屎的杂货铺都不如吧？宋兰芝，你少在这避重就轻。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你被罚款，而是你拿着政府每个月发放给孩子们的补助，却私自克扣节流。你一边侵吞大钱供你女儿读书，一边还跟大伙儿装可怜，说自己是免费倒贴。你现在还敢赌气不干，你好大的脾气！这明明全都是你的错。哎呀，宋姐，你就别倔了，该负的责任你要负起来呀。孩子放学总不能扔在路边没人管吧？是啊，宋姐，要不然你重新接手孩子们吧，大不了我们都不追究你之前克扣补助的事情了，大伙儿大度点，原谅你了。谁能无过呢？宋姐，
从今往后，只要你把政府发给孩子们的特别补助全用在孩子们身上，别再抠抠搜搜，只给吃豆腐白菜，我们也就既往不咎了。你们要相信王金花那张嘴，那张掐头去尾的照片是你们的权利。我宋兰芝行得正，坐得端，半生清白，无愧于心。至于重开小课堂，别做梦了。宋兰芝，你别给脸不要脸！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还在这儿端着？你信不信大伙儿明天就去举报你侵吞公款，让你把这3年贪的脏钱全吐出来，送你去吃牢饭？是吗？随你们的便。送外卖的肇事逃逸跑了！你别跑！你撞了我龟孙儿，你不得好死啊！你必须赔我100万！少一分，老娘撕了你！站住！赔我100万啊！陈达志，你今天必须给老娘一个交代！你推荐的什么黑心烂废的托管中心？除了变着法子收空调费、超时费，他们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我女儿昨晚回去吐了半宿。我大孙子在托管中心吃了发霉的剩菜，现在还在医院里挂水抢救。你们物业收了钱引狼入室，要是孩子出事儿，你陈达志担得起责任吗？退钱赔偿。我不管，反正我大孙子胖屯被电瓶车撞的小腿骨折，肇事车辆逃逸，就是你们物业管理不善，赔钱！你们必须赔钱！各位业主，大家冷静一下，这事儿真不能怪物业啊！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宋兰基，他得了相关部门下发的专项补贴，却中饱私囊，被举报了就撂挑子，还赌气砸了课桌。他简直是自私自利，恶毒透顶！我们物业也是受害者啊！陈经理，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宋兰芝怎么就自私，怎么就恶毒了？哼，我已经被相关部门下达了行政处罚。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商贩，我积极配合执法，关闭非法小课堂，我这有错吗？宋兰芝，你还嘴硬什么？你识相的就赶紧公开这几年的账目。每一分每一厘都得公开，吃进去多少就得吐出来多少。查账，你们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贪污公家给孩子们的补贴。宋兰四，大家看在多年街坊的份上，给你个机会，赶紧签了这份承诺书，把这3年的脏钱退回来。我们网开一面，继续让你办小堂堂，大伙儿还可以不告你。签！必须签！必须签！签完字，老老实实接孩子放学，给孩子辅导作业、做饭。不过以后每一笔账都得透明。签了吧，宋姐，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要珍惜啊。要是我不签呢？不签，那你就等着吃官司坐牢吧。我们的善良是有限度的，如果你把大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那就法庭上见。你不想想自己，也得想想你高3的女儿。要是你坐了牢留了案底，你女儿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我宋兰芝清清白白，不需要向你们任何人摇尾乞怜。我没拿过1分脏钱，更不怕你们去告。想拿我女儿的前途威胁我，想让我继续给你们当免费的奴隶，别做梦了！你们想去法院告，尽管去！外面的黑托管又贵又坑人，把孩子折腾的都生了病。要我说，
咱们还是得想办法让宋兰芝继续干。这3年来，她在饮食安全上好歹没出过一次纰漏，辅导作业也上心。可宋兰芝那死华妇今天这态度，你们也看见了，那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宁可跟大伙鱼死网破，也绝对不肯服软啊！怕他个球！那死华妇也就是在硬撑。他侵吞补贴是事实，我们手上有他去街道办领钱的铁证照片。正面硬刚，他必死无疑。他的生计、名声，还有他女儿高考的前途，全捏在咱们手里。他这辈子都被大伙拿捏死了，以后只有给我们全小区当牛做马的份儿。王老太，那咱们接下来怎么逼他？明天直接去法院告他？陈经理，告他是下策。你想啊，一旦大伙真起诉了，真把他抓去吃牢饭，谁来替大伙免费接送孩子？谁来每天给咱们孩子做饭、辅导作业？所以，咱们的第一步不是打官司，而是网暴他，把他的名声搞臭。咱们直接在网上买水军发帖子，就说黑心杂货铺私吞国家给儿童的生活补贴，顺便再加点猛料，说他打骂虐待孩子。全网网暴他，舆论直接压死他。他耗不起，最后只能乖乖跪着来求大伙私了。这招太绝了！给他脸他不珍惜，我们就毁了他的名声，断了他女儿的大学前程，让他不仅得把吃进去的脏款全吐出来，到头来还得死皮赖脸，乖乖的来给我们治花。瞧见没？就是他，平时看着老实本分、慈眉善愤的，谁知道背地里干出这种畜生事儿，网上视频都传疯了。天天给孩子吃馊饭，还打骂孩子，真不知道这死活妇的心是怎么长的，太可怕了。宋姐，出天大的事儿了！王金花和陈达志那帮畜生在网上买了水军造谣，说你私吞国家给孩子的补贴，还天天虐待辱骂小区的孩子们。各位好心的网友，我们开这场直播，只为小区的孩子们讨一个天理公道。我们小区的宋兰芝3年来利用免费托管博名声立人设，可结果呢？她这3年的善良全是演出来的。政府每个月拨付给大伙孩子的餐食补贴，全被她这个没良心的死寡妇截留私吞了。她对外宣称的免费，实际上是在吸我们孩子的血呀！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孩子们在她那儿吃的是剩菜酸汤。多说一句话就要被他关进小黑屋，3年免费托管，实则是为了独吞补助款中饱私囊。他就是个披着羊皮虐待祖国花落的社会蛀虫。我们物业和所有业主都被他蒙蔽了。宋姐，这可怎么办啊？文娟，别慌，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那也省得我给他们留体面了。我不会去跟他们对骂，也不会解释，哪怕是一个字。这世上真正的翻盘，从来不是向施暴者自证无罪，而是主动出击，送他们下地狱。宋姐，你打算怎么做？我明天就去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王金花、夏建军以及物业经理陈达志3人提起刑事诉讼。他们不是想要我的账本吗？那我就在法庭上一笔一笔跟他们算个清清楚楚。陈经理，出事了！你快看法院发的公告。慌什么？大呼小叫的，能出什么大事儿？这死寡妇是吃错药了还是急疯了？他私吞补助的底裤都被咱们扒干净了，名声都臭了，居然还敢主动去法院告我们。我看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临死前垂死挣扎罢了。大伙手上可是有他去街道办领钱的证据照片，再加上现在网上几百万网民的舆论支持，咱们占尽了天时地利，还怕他告？对，让他告！不知死活的老货，老子倒要看看他能在法庭上蹦跶到什么时候。陈达志、王金花、夏建军，你们笃定我百口莫辩，必死无疑。你们错了，你们朝我身上泼的每一滴脏水，每一次构陷，都会在法庭上化作绞死你们的绳索。既然你们嫌我太温良，那公堂之上，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锋芒。原告宋兰芝，针对被告方指控你利用托管牟利、克扣参补一事，你有什么要陈述的？
法官大人，3年来，我在自己的杂货铺里办了免费的4点半小课堂，我接孩子放学，辅导功课，甚至给他们管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饭，我没收过任何人1分钱。这些是3年来我去超市采购新鲜排骨、蔬菜、牛奶、鸡蛋的小票，一共1062张。这些是孩子们用的铅笔、练习册、橡皮擦的文具店发票，一共345张。还有小课堂、夏天的空调电费、冬天的取暖煤气费，每一笔缴费正全在这儿。孩子们长身体需要营养，我虽然不能保证每顿大鱼大肉，但顿顿都有新鲜的荤腥。3年来所有的开销，我没有向你们任何人张过1次嘴。我杂货铺每天辛辛苦苦卖烟卖盐攒下来的微薄利润，几乎1分不剩，全部砸在了你们的孩子身上。我为了省钱，自己整整3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裳，连我女儿18岁生日，我都没能给她买上一个像样的生日蛋糕。整整3年，1000多个日夜，我不敢出远门，不敢生病，不敢有半点疏忽，每天像守着自己命根子一样守着你们的孩子。而你们呢，当了3年的甩手掌柜，连孩子作业写成什么样都不知道。现在你们看我被恶意举报、网暴抹黑，不仅没有一句同情，反而站在这扮演受害者倒打一耙，污蔑我贪了钱，骂我是吃孩子人血馒头的贼。我问你们，到底是谁自私，是谁冷血，是谁不要脸？3年托管，3年付出，全部有据可查，有单可证。真正被算计、被辜负、被彻底掏空的人是我宋兰芝，不是你们。法官大人，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回我付出的心血，更不是为了博得谁的同情，我只是要为我自己，为这3年的委屈讨回一个天理公道。被告方，针对原告的陈述，你们有什么要辩解的？法官大人，你别听这死寡妇卖惨狡辩。宋兰师，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并不否认你这3年的付出，但一码归一码，你错就错在不应该私吞政府拨发给孩子们改善伙食的特别补助。你拿着公家的钱，却天天糊弄孩子，你这是犯法。宋兰芝，你披着慈善的外衣，干的却是中饱私囊的勾当。今天，我们就要当着全国网友的面，撕烂你这张伪善的皮。法官大人，这是我母亲王金花在街道办事处拍到的照片。宋兰芝每个月都在政府的特别捕捉柜台领取大额现金。一张掐头去尾的照片，就成了你们定我罪的铁证。宋兰芝，死到临头你还狡辩什么？你可是亲口承认了，你每个月都去街道办事处领补件，大伙儿都听到了，你赖不掉。是，我承认，我每个月都按时去领了那笔钱。他承认了，他承认了。哟，宋兰芝，你把你的死鬼老公的相片搬出来干什么？你想在法庭上卖惨吗？我告诉你，法律面前没有私情。我是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我在此向法庭作证，被告所生的餐食补贴纯属无稽之谈。原告宋兰七每个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的特别补助，是抗洪抢险牺牲烈士严征明同志的烈士抚恤金。睁开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哪里有什么餐饮补助？每个月5000块钱。是我爸1等功烈士严征明15年前为了在特大洪水中救老百姓被卷进漩涡死无全生，国家发给我妈的烈士抚恤金，是我爸留给我妈的最后一点念血。我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棉袄穿了5年，她把用命换来的抚恤金全部拿去给你们的孩子买排骨买牛奶贴补水电，她是拿着烈士的血在养你们一群不知感恩的白眼狼。而你们呢，你们听信王金花的挑唆污蔑她贪污，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你们配当人吗？王金花、夏建军、陈达志，你们这3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你们还要不要脸？宋姐拿着烈士丈夫的抚恤金给咱们养孩子，你们转头倒打一耙污蔑她贪污，你们简直狼心狗肺、猪狗不如！宋姐，我错了，我真不是人，我居然听信了王金花那个老妖婆的鬼话，把恩人当成贼。前几天我还指着你的鼻子骂，我是在往你心口上扎刀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对不起呀！3年的付出掏空了积蓄，还要被我们泼脏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畜生，是吸血的魔鬼。肃静，旁听人员请退回原位。是。宋姐，我们给你磕头了，我们瞎了眼了。
清白？为什么当初不为自己辩解？你故意不说明白，你就是诚心看着我们误会你，看着我们千夫所指，这都是你的错，是你害得我们身败名裂，是你的错。王金花，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错，在你们眼里错的永远是别人，不是你们那颗贪婪、恶毒的心。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清花、夏建军、陈达志恶意捏造虚假事实，通过网络大肆散播谣言，构成侮辱罪与诽谤罪。鉴于社会影响恶劣，判处被告人王玲花、夏建军、陈达志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执行，并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在主流媒体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共计20万元整。夏建军，你就是这么给我照顾孩子的？我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没日没夜的辛苦挣钱养家，你连个孩子都管不好，你这个没用的窝囊废！小雅，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妈年纪大了，腿脚慢，胖墩那天放学跑得太快，妈没追上，这纯粹是个意外。胖墩就是小腿骨折，医生说了，打个石膏，躺着养个把月就好了，你别担心。就是啊，小雅，这能怪我们吗？要怪就怪那个杀千刀的骑手，还有那个心肠黑的死寡妇宋兰思。要不是他撂挑子不干了，我能大热天去校门口接孩子遭这个罪？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人在外地就是个瞎子聋子吗？我刚进小区，邻居全把真相告诉我。这3年来，宋姐义务帮大家看孩子，倒贴水电饭钱，你可倒好，为了占便宜，逼着人家每天给你孙子买汉堡、鸡腿、大闸蟹开小灶，人家拒绝了，你这个心思歹毒的老妖婆就心怀怨恨，跑去恶意举报，害得全小区双职工的孩子都无处可依。最可恨的是，人家拿着丈夫牺牲的烈士补信金补贴孩子伙食，你居然造谣人家贪污公款，你还是人吗？你简直丧尽天良！你那张老脸还要不要？是你，王金花，是你亲手害断了你孙子的腿，怎么能怪我？你是我老夏家的儿媳妇，怎么吃里扒外不讲理呀？都是宋兰芝那个死寡妇造的孽，怪她，都怪她，是她故意不解释，诚心诱导我们误会的。她要是一开始就说明情况，我能去举报她吗？是啊，小雅，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呢？再说了，我们平时也经常去照顾宋兰芝的杂货铺生意，她顺手管管我们孩子也是应该的，她怎么能这么对待衣食父母呢？而且贪污公款这件事儿就是个误会，她自己先前也没有辩解，哪能怪我？照顾生意，你买几包烟几包盐就想买人家当奴隶伺候你儿子一辈子。以前你们自私刻薄，为了大局我忍了，但我真没想到，你们母子的心肠能歹毒到这种地步，下作无耻！小雅，别这样，咱们关起门是一。别用你这双是非不分的脏手碰我，恶心！夏建军，我当年嫁给你是夏家，我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你这人老实本分。可你们家这到底是什么肮脏家风，什么恶心人品？离婚，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见。都没了，全没了啊！都怪你，全怪你这死老太婆！你要是不贪那点小便宜，不故意去刁难宋姐，甚至还拿一张照片捕风捉影的诬陷人家贪污公款，小燕怎么可能会跟我离婚？我好不容易才娶到这么有本事的女人，咱们家吃香的喝辣的，住大房子全靠小雅一个人养着，现在全被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老太婆给毁了！你还我老婆，我们以后怎么活呀？你这个逆子，我这都是为了谁呀？你居然……宋姐，对不起，我今天刚出差回来，才听邻居想起这些事。我真的没想到王金花和夏建军会在背后做出这种丧尽天良、恩将仇报的勾当。3年来，您顶着风雨接送孩子，甚至动用您亡夫的烈属抚恤金来补贴大伙儿的伙食。您这样高尚的人，我们家那2个畜生居然有脸诬陷您贪污公款，是我们家对不起您。小雅，快起来，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在外地辛苦工作挣钱也不容易，姐分得清好坏，不怪你。宋姐，我已经和夏建刚提离婚了，明天就去办手续。这个家庭从骨子里就烂透了，自私贪婪无可救药，我不会再多给他们花1分钱，更不会让他们继续像蚂蟥一样吸我的血。王金花，现在你儿子与你反目，
引以为傲的好儿媳与你儿子离婚，你觉得委屈了吗？觉得痛了吗？别急，这不过才刚刚开始。8600，现在小雅闹着要离婚，还要赔钱给宋兰诗，我整个家底都被掏空了，连2000块钱都拿不出来了。妈，你当初到底是什么邪？为什么非要去举报宋兰诗啊？你为什么要污蔑人家侵吞公款啊？全完了。建军，小雅呢？我这都病倒了，她做儿媳妇的怎么没来伺候我？伺候你？你还有脸提小雅？她昨天晚上就把我电话来，把我祖宗信全拉黑了，连我岳父都打电话再骂了一遍，说我们家是一窝子恩将仇报的变态，人家坚决要离婚。妈，这不都是为了给你省钱吗？胖墩天天吵着要吃鸡腿、大闸蟹、大龙虾，那得花多少钱？宋兰芝开了个杂货铺，每天赚那么多，她凭什么不给我的宝贝孙子吃好的？她不给我举报她有什么错？省钱？对，你为了省那个几个鸡腿，现在我老婆没了，我信用卡全刷爆了。你还不知道吧？全小区的业主已经联名去法院签字了，大伙儿被黑多管坑的钱，孩子吃坏肚子住院的医药费，他们全都要起诉，法院马上就要判你来赔。凭什么让我赔？是那个该死的死寡妇把孩子扔在课桌砸了，关我什么事儿？反正在医院里躺着，我没钱，他们要起诉就起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行，那你就老老实实在医院里躺着吧，反正我是没钱给你交住院费了。过几天法院的传票送来，全小区的业主上门要债，你自己去应付吧。我还要去保住我的工作，没空天天在医院陪你耗着。你们干什么？这里是医院。王金花，我们可不是来探病的。这是全小区业主因为你的恶意诽谤举报，导致被黑心托管坑害，孩子们生病住院的索赔清单，总损失金额40万。物业管理失职认领了30%，黑心托管赔偿50%，剩下20%，整整8万块。是你恶意举报造成的直接损失。给你3天时间，把钱打到业主委员会的公账上。8万？你们抢钱啊！把我这把老骨头卖了也不值8万。谁家孩子吃坏肚子谁倒霉？凭什么让我赔？我就是打了个举报电话，是宋兰霞那个死寡妇自己心胸狭隘，不管孩子。你们找她去啊！我也是受害者。哎呦，我心绞烫，气上不来了，我要死了！你们这是要逼死人呐！行了，王金花，别演戏了，恶心！我这速效救心药刚买的，药效好得很，要不要我亲手给你塞嘴里？你少在这儿跟我们耍无赖！我们今天来，只是给你送个通知的过场。没钱，反正我没钱，要不然你们找我儿媳妇周小雅要去。她是大公司高管，她有钱，父债子偿，儿媳妇给婆婆还债天经地义。周小雅，哈哈，现在全小区谁不知道周小雅已经回娘家，准备跟你那个没用的儿子离婚了？你居然还想着去吸人家的血，真是个不要脸的无赖！3天时间，8万块，你要是不给，我们手里的联名起诉书和财产保全申请马上送去法院，到时候直接冻结你和你儿子的工资卡。还有，你们住的那套房子，就等着被法院强制拍卖抵债吧。我们走。夏建军，签字吧。因为你母亲恶意举报、构陷恩人，甚至抹黑烈士家属，你们母子丑陋的嘴脸已经在网上彻底发酵，连带着咱们公司的官威都被网友冲烂了。为了公司形象，必须对你予以开除。经理，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知道我妈会做出这种事儿啊！我现在我妈住院要交医药费，我老婆闹着跟我离婚，我要是连这份工作都丢了，我下半辈子就真的全毁了。这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咎由自取。恶意诽谤烈士家属，法院只判你缓刑，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别浪费大家时间，
自谦了，好聚好散。活该！前几天看热搜，他妈恶意举报恩人，他不仅帮腔，还在网上买水军抹黑烈士家属，污蔑人家是贪污犯。真是从根上就烂透的一家子白眼狼。就是，跟这种人渣当了几年同事，想起来都觉得恶心。连烈士家属都够闲，真他妈畜生啊！工作没了，老婆跑了，亲妈还在医院里躺着，还被判了缓刑，现在外面还欠着一屁股的债，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妈，你到底造了什么孽呀？你把我们全家都给毁了呀！宋姐用亡夫的烈士储蓄金默默管了孩子们3年，她现在没这个义务了，那这个责任就该你们物业来负。别想拿那种黑心托管来糊弄人，今天不给我们解决问题并赔偿损失，谁也别想下班。对，就是这个理。宋姐，忙着呢，还没休息啊？哟，陈经理，这么晚了，屈尊降贵来我这遵纪守法的杂货铺，有什么指示？宋大姐，我的亲大姐，我错了，我悔过。以前都是我有眼无珠，听信了王建华那老毒妇的谗言，冲撞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这小人一般见识。今天我特意提了果篮，专程来给您负荆请罪呀。宋大姐，您看，现在小区的托管彻底瘫痪了，因为那家黑心托管给孩子吃霉变火腿肠，物业昨天刚赔了业主们几十万医药费，人我们也已经请出去了。现在业主们天天围着物业闹，说除了您，谁来他们都不信。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求您救救急，重新接手吧。陈经理，这果篮你还是拿回去。不是我不想帮邻里，我是真怕了。我1分钱不收的帮大伙儿，到头来还要被罚1万。万一过2天王清花再举报我一次，我上哪儿再去弄1万块交罚款？我这小本买卖折腾不起。更何况，我也不愿意再动用我亡夫的抚恤金去贴补了。那是我和小雨唯一的傍身钱，不是拿来喂白眼狼的。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举报了。宋姐，只要您愿意重开，我代表物业跟您打包票，以后谁敢嚼舌根，我们物业第一个起诉他。至于您亡夫的烈士抚恤金，我们哪能再让您用？再用那个钱，我们物业不都成了猪狗不如的畜生吗？所有的费用，物业来给您补贴。要我重新照顾孩子们，也不是不行。但我宋兰芝，从今往后，再也不做那自掏腰包的冤大头了。规矩，得由我来定。第一，
物业必须每年向托管中心支付5万元的便民服务补贴。第二，物业必须无偿提供小区南门空置的102号双开间商铺作为托管场地，前3年免收一切租金、物业费以及水电气费。第三，我们签订独家排天性合作协议，承认我的兰芝托管班是小区内唯一合规机构。往后若再出现类似恶意举报，所有的法务纠纷全由你们物业出面解决。宋姐，每年补贴5万，这个我现在就能批。可南门那间商铺1年租金少说也得10几万啊！您这一口就要免3年租金，算上水电五眼费，这可是将近50万的账。我回去怎么跟总公司交差？领导非剥了我的皮不可。既然陈经理觉得为难，那这果篮你带回去吧。我听说，小区几百户业主已经请了专业资深律师，准备明天一早联名起诉你们物业管理失职，引狼入室。我签，只要宋姐你能接手烂摊子，稳住那帮要生撕了我的活祖宗，什么都好说。一味的退让换不来感激，只会喂足白眼狼的胃口。1万块的罚单是我这辈子交过最贵也最值的一笔学费。从今往后，我的温良必须长出牙齿。宋姐，恭喜开业！哎呀，可算盼到您开张了。这些日子没有您的照看，孩子们在黑托管遭罪，我们当家长的过得跟难民一样。就是啊，宋姐，之前是我们糊涂，猪油蒙了心，没能站出来替您说话。您默默付出那么多，我们居然还怀疑您，我们真不是人。往后咱们白纸黑字签合同交钱，孩子放在您这儿，我们100个放心。宋姐，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我们以前是白眼狼，现在想通了，1500一个月，交的心服口服。往后要是有谁敢再嚼舌根，我们第一个不答应。瞧瞧人家兰芝托管办这排场，专用校车，还有老师人盯人接送，比那些野鸡托管强太多了。宋姐，哦不，宋老板，您这也太专业了吧！这智能系统，我们在公司加班都能随时看到孩子的情况，真是太省心了。宋姨再见，宋姨明天见。妈妈，今天晚上宋姨亲手做了大虾，还有排骨，太好吃了，我吃了3大碗饭。宋姐，您早该这样了，天天祝福，大家反而觉得也好欺负。现在多好，正规做生意，赚干干净净的钱。我们家长把孩子放在您这儿，心里1万个踏实。现在咱们业主群里天天都有人说要介绍亲戚朋友的孩子往您这儿送呢。微信收款45000元。宋姐，我直接充了3年的年卡，您这儿1个月1500，管吃管喝还辅导功课，环境又这么高端，真是千值万值。妈，您快看后台的流水账目，光今天1天就有100多个新业主来办了年卡，扣除食材、房租和人工成本，单单今天1天的净利润就达到了整整30万。真好，小雨，妈可以供你去读最好的大学了。胖墩儿，每天晚饭多吃点最贵的肉，要是没有海鲜大闸蟹，你就给奶闹。1500一个月呢，绝不能让宋兰吉那死爬夫赚了。我要吃大鸡腿，还要吃大龙虾。还有，在里面谁要是敢动你一下，你给奶狠狠打回去，打坏了有你爸顶着，听到没？打他们！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收了我的钱，你们就得给我好好伺候我家宝贝孙子。要是他在这少了一根毫毛，或者受了一丁点委屈，老娘砸了你这破托管板！哼，这不是恶意举报狂吗？前阵子在网上买水军造谣抹黑宋姐，甚至闹得对簿公堂。你现在怎么还有脸跑这儿来了？脸皮真厚，自己作妖害得全小区前阵子生火热，现在瞧见人家办的正规上档次了，又想把孙子送过来沾光，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少搁这嚼舌根，以前的事儿我都一笔勾销了。宋兰芝故意隐瞒烈士抚恤金，设局误导我，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我这当事人都大度不计较了。现在他开了店，我交了钱就是消费者，顾客就是上帝，对待上帝他就得给我捧着舔着。你贴什么鬼画符呢？王金花，睁开你的老花眼，仔细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黑名单，王老太，别在这儿自作多情了。人家宋姐开张营业，压根就不做你这一家的买卖，拿一张掐头去尾的照片造谣重伤，现在遭报应了吧？真是大快人心，恶人自有天收。宋兰芝，你凭什么拒收我大孙子？你这是公报私仇！你信不信我再去举报我？你举报我一个试试！哎呀妈呀！宋兰芝，你这个克死男人的死寡妇，你欺人太甚！你开门做生意，凭什么不接受我孙子？你这是歧视消费者！我要去工商局告你！呸！王金花，你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了？人家宋老板这是个人独立经营的商业场所，人家有权选择不做你的生意，你就是告到天王老子那儿去也没用。就是。王金花，你是不是吃药吃傻了？你还欠着我们全小区业主整整8万块钱的赔偿款没结呢！你现在还有脸带着你这熊孙子来这儿胡搅蛮缠？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业委会申请的法院强制执行已经批下来了，过不了几天，法院的风长就会贴到你家大门上。你还是赶紧回去收拾收拾铺盖卷，准备带着你那个没用的啃老儿子下监关去睡大街吧。没错，老赖还钱，别在这脏了宋姐的心店，滚出我们小区！没天理了啊！宋兰芝这个死寡妇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要合伙欺负我们一家子？我不活了，我就死在你们店门口，看你们怎么开张！够了！各位街坊邻里都在这儿，我今天把话说明白。我不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私仇。这3年来，你孙子在班里无故推搡，欺负高年级同学，多次把人打伤，撕毁别人的作业本，拿铅笔去戳同学的眼睛，吃饭时霸占所有好菜，作业一个字不写。我好心劝导，你却在背后教他打人不用怕，大吃大喝才不亏。我这里不是少管所，这种毫无教养、屡教不改的熊孩子，我管不了，也不想管。滚！哎呀，我心脏有病了！你们这群没良心的，合伙欺负这个快死的老太婆，这是要活活逼死我呀！宋兰芝，你这个可恶的黑心毒女，你就不怕遭雷劈、遭报应吗？遭报应？王金花，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今天到底是谁遭了报应？你的好儿子夏建军不仅工作被开除，老婆醒悟离了婚，还因为诽谤被判了缓刑，留了案底。现在他为了躲避债务，连家都不敢回。你引以为傲的房子，过2天就要被法院强制拍卖抵债，而你，因为你的恶毒和自私，你这辈子的名声在小区里已经彻底烂透了。出门连条狗都嫌你脏，逼死你的从来不是我，而是你自己那永远填不满的贪婪和恶毒。老赖快滚！别在这脏了地方！老赖快滚！别在这脏了地方！老赖快！走，大孙子，我们走。哟，你就是夏建军？是，我是夏建军。夏建军，你和你妈王金花现在可是网络红人啊！恶意举报免费照顾孩子3年的好人，甚至恶意网暴构陷烈士家属，你还被法院判了缓刑，留了案底。恕我直言，要把工作干好，首先人品得正。你连最起码的做人都没学会，我们公司怎么敢用你？我们公司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请回吧。啊，都是你害的，全是你这个死老太婆害的啊！要不是你作死，小丫怎么会跟我离婚？我的工作怎么会丢？我怎么会沦落到住着猪圈一样的地方？我恨你一辈子！胖墩儿，以后跟着妈妈过，你一定要把以前的坏习惯全改掉。在学校不准再欺负同学，不准胡闹，作业要按时认真完成，知道吗？要做一个诚实、有礼貌的好孩子。我知道了，妈妈，我再也不当熊孩子了，我要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好孩子。妈妈，如果我改好了，我还能回宋阿姨的托管办吃她做的红烧肉吗？肯定能，只要你听话懂事儿，宋阿姨一定会原谅你的。
姐，忙着呢，给你带的奶茶，少糖的，趁热喝。哎呀，谢谢你啊，文娟，天天让你破费。妈，我收到了，快来看！小雨，是通知书到了。妈，我考上了985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哎呀，985名牌大学啊，还是现在最吃香的计算机专业。宋姐，小雨这丫头太争气了。宋姐，你这真是苦尽甘来。看着那红艳艳的印章，这些年独自带娃的委屈，起早摸黑的劳作，被恶灵欺压的酸楚，在这一刻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小雨，你真棒，妈太为你骄傲了。你爸爸要是看见了，九泉之下他也瞑目了。妈，以后我挣钱养您，再也不让您受一丁点委屈。世人总勾送不得坤壤，却忘了没有底线的妥协，只会滋生贪婪的恶犬。当我收起盲目的宽容，给温良披上铠甲，这世界反而对我温柔了。尊严与体面，从来不是靠委曲求全求来的，而是用实力和规则生生打拼出来的。往后余生，清清爽爽，有归有归。小雨，妈妈终于带你跨过了那片泥潭。往后的日子，我们只管迎着风，向着阳。